欢迎大家收看太平洋汽车大型原创节目《一拆到底》，我是主持人葱头。那今天呢，我们要拆的车型是比亚迪的元 Plus。这一款车型呢，是基于比亚迪的 E 平台 3.0 打造的首款 A 级纯电超跑 SUV。那在今年上半年上市之后呢，尤其是在5月6份的时候，它更是蝉联了整个 A 级纯电 SUV 市场的一个冠军。那究竟是怎样火爆的程度，能够让它走出国门，更是远销海外呢？这不，我们太平洋汽车呢自费腰包买了一台元 Plus 回来，打算拆给大家一起看。那今天呢，在我们一拆到底的现场啊，不仅是吸引了葱头，更是把我们的手工达人、手工发明家、手工耿老师给吸引了过来，欢迎他。大家好，我是手工耿，平时都有喜欢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今天来不只是要看一下元 Plus 这车的品质之外，我还想寻思着能不能顺点零件回去，再做一个东西，能够跟元 Plus 这车的零件或者是性能相结合。因为以前我也尝试过自己做车，但是说拆车还是头一次，所以说等会儿拆车的时候还需要从头多带带我。哎，手工耿老师呢，您客气了。行，今天呢我们拆车呢绝对会把这车拆得明明白白。拆的过程中有什么您喜欢的零件，您就自个慢慢挑。好的。不过来到这车这里呢，还是要给各位观众朋友们提个醒，这台比亚迪的元 Plus 是融入了比亚迪 E 平台的4大亮点：安全、智能、高效跟美学。所以待会儿我们拆解的过程中呢，也会围绕这4个维度去给它好好的展开的。那咱们先从美学部分开始，因为毕竟这个是像我们这种小白最容易感知的地方。对于平台而言呢，美学不仅仅是说一个车的外观、内饰好不好看，尤其是这些纯电平台打造的车型它的整个4轮呢会更加接近于4个角，这样子呢，成员舱的空间可以有效的释放。同时你会发现呢，它整个的底盘会更加的平整，营造出一种更加低趴运动的姿态。当然，刚才耿哥说的也对一款车的外观设计呢好不好看，也是往往影响着消费者呢愿不愿意了解它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同时车型的外覆盖件的一个均匀程度它的间隙差呢，也能够反映一个主机厂它整车的一个造车实力，还有装配工艺是否成熟。原来这么讲究我自己做的时候就是直接用块铁板焊上去完全没有考虑这么多，是吧？简单粗暴，是不是？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辛苦一下耿哥去帮我们测量一下这个外覆盖件的间隙差值了。好了，辛苦耿哥帮我们刚才去测试这辆比亚迪元 Plus 外覆盖件的间隙差值，具体的数值呢，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一个表格我们先说惊喜的地方就是这一台比亚迪的元 Plus 的前后左右的一个车门的缝隙差值呢，都维持在了3.3毫米当中，可以表现说呢是非常的好的。那唯一比较大的数值呢，是在后备箱的右侧，它整个的间隙差值呢是达到0.45毫米，其实呢也可以忽略不计。这个数值呢，也比起我们过去要拆的一些燃油车型的表现呢，也还要好。所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呢，我们认为这个间隙差值呢做到越小呢，代表这个车的整车拼接工艺也就更加的成熟了。好了，现在呢，我们已经把比亚迪元 Plus 的车门给大家卸下来了。刚才耿哥您捣鼓半天，是不是发现什么亮点了？我就好奇为什么这门板上还有几根线，跟琴弦一样？这不等着您给大伙演奏几曲吗？还真是琴弦对，还能弹出声音。弹奏就免了，这个结实吗？为了验证这个琴弦的设计结不结实，要不咱来玩个游戏？来呗。我准备好了，耿哥你准备好了没有？已经准备好了。那咱们这个弹簧的拉力拔河比赛呢，马上开始。3、2、1，走！稳住了。错了，再来。咱们这个弹簧的拉力拔河比赛呢，马上开始。3、2、1，走！哇，怎么样，耿哥？感觉还是很用力才能把它扯断的。太结实了现在这个琴弦算是断了，那么它具体能够承受多大的重量呢？耿哥你可别着急，我们马上呢还有一个更加科学严谨的测试去告诉大家答案的。好了，耿哥，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琴弦它到底能承受多少的重量。我们道具组呢给我们一共准备了30斤的这个砝码，待会儿层层加码，看一下它到底有多抗造。
非常惊喜，我们30斤的砝码呢挂到这个琴弦上面呢，它依然没有断裂的痕迹。虽然我觉得比亚迪元 Plus 这款车型的内饰在设计的时候呢，不仅考虑到了好看好玩，而且实用性的表现还是非常棒的。刚才我们玩的琴弦呢，只是比亚迪元 Plus 内饰设计的一部分啊。其实整台车的内饰设计呢，是参考了健身房的那种律动感。所以呢，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握力器一样的门把手，像哑铃片一样的空调出风口，以及像跑步机一样的中控台。不过既然讲到车内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车内的 VOC 气味性挥发表现。我记得咱们拆的是新车吧，但是闻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味道。我记得如果说车里的材料如果用的不好的话，它可能会挥发出有害的气体啊，影响中我们的健康。对，耿哥说的没错啊，但是您尽管放心，因为只要能符合上市标准，送到我们消费者手里的呢，肯定是满足这个 VOC 的排放标准的。比亚迪元 Plus 这一款车型呢，它在 VOC 的表现上面呢，更是远超国标的。那这个呢，就是它的主仪表台上面的一个皮革的材质，它用的呢是贝内克提供的一个 TPO 的一个材料。那比起普通的 PVC 材料来说呢，它的优势就是密度更低，然后呢就更加绿色的环保。除此之外呢，像是我们在内饰、中控，包括这个座椅的一些材料上面呢，它采用的是一种水性的 PVC 皮革。那同时呢，比起普通的皮革来说的话呢，它整个成本啊、材料啊、工艺啊，包括气味性的表现上面呢，都要更加好的。另外，在这个工艺方面呢，这一台比亚迪的元 Plus 不仅有常见的注塑成型之外，它还采用了阴膜成型以及热压成型这个工艺，那可以减少后期的胶水使用，所以整车的一个表现呢就更加的好了。哇，虽然说听不懂，但是简单的说就是尽量用的都是好货。没错，像这个机油纹的中控啊，摸起来就很舒服。又让我想起了以前我坐的那辆车，它的中控就是我用木板或者是纸板这么糊上去的，啊，跟这个比起来简直没法比啊，还是这个摸着舒服。来，耿老师现在手上拿的这块材料呢，就是用水性的 PVC 再加上海绵热压成型的，所以呢也是减少了非常多胶水的使用，整辆车呢摸起来又舒服，同时气味性呢又低。怎么样，耿哥？要不你也学一下我们比亚迪，去找一些大牌的供应商，再选一些上等的好材料，把您的那台车再装修、升级。这还用找吗？这不都是现成的吗？回头都顺回家。行，那现在呢，我们看完了 VOC 挥发性表现的部分呢，我们再去看一下比亚迪元 Plus 在 NVH 上面下的哪些功夫。因为关于它 NVH 部分的细节呢有太多，我们也总结了一句话，就是5大格垫，3大吸音棉。那从前往后看的话呢，它们分别是前梯盖格垫、前舱格垫、前围格垫、一体式地毯格垫以及后地毯格垫的。那3大吸音棉呢，分别是在内衬、顶棚以及主仪表台这边的。我看刚才的门板上就有一大块吸音棉，然后也摸了下前栏盖的那个隔音垫，都是属于比较厚的那种。啊，这么看来，比亚迪在这方面还是比较下血本的。对，我们也留意了一些细节啊，比如说像是在前舱的隔垫这个部分，它采用的是这种双层的棉毡，再加上水纺布的这种材料。它整个的用料呢就比较的厚实。当然，大家也不用过多去解读，因为即使在100万级这些车型上面他们也常常采用这样子的一个材料，只要它起到这个低挥发性气味，同时呢隔音降噪防火的效果就已经好了。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细节的地方，比如它的侧围的内饰板这些地方呢，它采用了非常大面积的干净的车用的双组分的吸音棉，大家看一下。而且在 B 柱的空腔内呢，我们也发现了一定量的这些海绵。其实它所有的这一些小动作呢，都是为了提高整辆车在 NVH 方面的一个表现的。当然了，在一体式的地毯隔垫方面表现呢，就中规中矩了，但也是这个级别当中该有的一个水准。哦，这么神奇！更神奇的还在后头呢。耿哥更惊喜的地方呢，就是这个电池包跟底板之间的这个隔垫了，也是我们后面拆到电池包的时候才发现的。这个呢其实就是电池包跟车身底盘之间的一块隔垫，它可以有效的去降低这个电池包呢从路面上传上来的这个震动，同时也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底噪，提高我们的 NVH 的水平表现。另外呢，对于电池包的本身而言它还可以起到这个保温的效果，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电池包怕冷，对不对？对。那有了它之后呢，可以保温，降低电池包的一个损耗。除此之外因为有了这个隔垫之后呢，车内地毯的那个厚度就不用做那么厚了，可以有效的释放车内成员舱的一个空间。听你说这个车有这么多隔音棉、隔音垫之类的，有这么多好处，我都想弄几块给我那个车安上了。搞起！
那在刚才呢，我们工人师傅在拆解的过程中呢，我就发现它其实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块非常大的前导流板的，而且呢里面是有打孔的设计，可以降低这台车型的风阻系数，去保证它的续航。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用了电泳黑漆的这个全框式的副车架呢，也是非常的引人注目的。这个设计还是挺特别的。像我了解到很多 A 级车型为了节约成本，在这里采用的都是碟式或者半框架式副车架。这个全框式的副车架呢，它整个的造型呢是比较的方方正正的，而且呢，它在我们看到了前方的这个位置里面呢，是有一个小三角的一个结构，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斜撑加强件，可以提高整个全框式副车架呢在应对正面或者小范围偏置碰撞时候的那个力矩传递的分散。再往后看，在整个第一横梁的前方呢，可以看到2个管制的加强梁，而且呢里面有采用打孔的设计去一方面是保证轻量化，另一方面呢去保证整个刚性的一个提升。而且呢你会发现这个全框式的副车架，它跟传统的碟式的副车架不一样，它是采用一个内缩的一个设计，比如说我们的电机悬置的位置呢可以往里面缩一点，可以让到整个安装的位置呢更加靠近我们的副车架以及车身的位置，那这样子形成一个整体环环相扣，反而是有利于整个车的一个刚性水准的。原来一个副车件都蕴含这么多的细节这个底盘也算是传统汽车3大件里最能体现一个品牌造车实力的地方。我听说现在新能源车里有点云轮混杂，偶尔会出现1-2件蹲喷吸凑的产品，缺少技术底蕴。相比之下，比亚迪就让人放心很多。那我觉得这方面呢，比亚迪还是比较下本的，要不然前奔驰的底盘调教大师汉斯科克也不会兢兢业业的在比亚迪里面呢服务这么多年，打造这么多好的产品给到大家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到悬架的部分。其实前悬架呢就比较常规一点了，而且呢，它在这个下控制臂的地方呢用的是一个单层的冲压件，不过呢亮点在后头。现在呢重点我们放到了后悬挂的部分，可以看到呢这是一个异形的多连杆结构，而且呢与前下控制臂不一样的是，这个下方的控制臂呢是采用了一个双层冲压焊接的一个技术，把它来作为一个刚性的加强的。另外呢，你会看到它整个减震器的行程它安置点呢也是比较的偏下的，可以进一步的去增加它簧下的弹跳空间，这样子我们整个舒适性调教的上限呢就会变得更加的高了。而且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留意到整辆车的刀臂的位置呢，还给大家去增加了一套消音器。这是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个地方，可以有效的去降低在行驶时候的一个路噪的表现，去提升整辆车我们说的 MVH 的部分。所以想要提高一辆车的静谧性水平呢，不仅仅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些白花花的静音棉，像是在底盘悬架的这些位置呢，增加一些质量块，也同样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所以说这辆车总体的方向还是偏向于比较舒适的调教的。耿哥说的非常的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辆车在白车身以及安全结构方面的一些细节。现在我们已经看完了它的内饰、外观还有底盘。那么它是一个电动车嘛，底下有一个大电池包，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它与我们的安全息息相关。那么比亚迪在它的车身设计方面会不会有更高的要求呢？这一点呢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对于新能源车而言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对不对？这个就是它的前防撞梁了吧？没错，看来耿哥呢有做过功课据说它是用的是高强度钢，通常用于航空还有游艇之类的，硬度应该是相当的高了。是的，我还以为前防撞梁就是一个铁块现在我看还是挺厚实的。前防撞梁采用的是一个高强度钢，它的前防撞梁的一个抗拉强度是高达1180兆帕的，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这个断面的结构是一个 B 型的双层截面结构，其实它是有利于提高整辆车的一个抗弯的一个能力的，抗弯性能，没错。那其实你还可以发现它这个吸能盒，包括我们车体后面这个重量的部分呢，是稍微有一点点外八的一个设计的，去提高它在面对这种正面碰撞或者是说小范围偏置碰撞时候的那个稳定性。这2年我们也看到了不少车型在碰撞测试时出现了 A 柱断裂，各种正面或者是偏置碰撞中表现稀碎的车型。除了刚才从头说的吸能盒和纵梁外扩这一点之外，还有别的独特设计吗？以往呢，我们会把这个位置叫做手枪支座。
但是你会发现在比亚迪元帕上面呢，它给你做了一个延伸，我们可以给它取个名字叫象鼻子结构吧。您看，它在整个的长度呢是一直连接下来到了我们下边的这个重梁的位置，并且你会发现呢，它在连接重梁的这个位置啊，它给你做了一个加强件，是一个三角形的，这样子呢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加强的一个结构。我们刚才还留意到了前尾板下方增加了一个安装式的冲压件作为加强件，从而让碰撞时候能量能够传递到 A 柱以及门槛等区域。比如说在受到正面或者小范围偏置碰撞的时候呢，它的传力的一个路线呢是这样子的。先到我们的重梁，再分散到我们这个象鼻子的结构，同时呢，更好延伸到我们前方的 A 柱、A 立柱以及前方的第一道横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了这样子的设计之后呢，整台车的安全结构啊是得到大大的一个提升了。而且在大家比较敏感的一个 A 柱的位置呢，他们更是采用了高达1500兆帕的高强度钢。啊，太牛了！但是我还是放不了这个前防撞梁，为啥呢？我能上去跳一跳试一下吗？但是既然耿哥都提需求了，咱们必须满足啊！等等，在您跳之前，方便问一下您的体重是多少吗？不到1吨，不到1吨。我信你个鬼！那我觉得这应该还能扛造的。来，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耿哥你来表演。好，我试一下。哦，还是挺有弹性的。哦，还是挺有弹性的，弹性的，很结实。哎，行，耿哥，您先下来吧，咱们还有很多拆车的功夫细节要给我们网友交代一下的。这个刀片电池啊，我们已经把它卸下来了。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电池包的上盖打开之后呢，你能看到整个电芯啊是像刀片一样一片一片的排布好的。当然，这个刀片电池的安全性呢肯定是毋庸置疑了。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们呢也看到过很多比亚迪官方所发布的这个刀片电池去挑战针刺实验的这个视频了。那我们今天还是把重点回归到电池包的安全性上面。首先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刀片电池的电池包呢，它在外面是采用了一个蜂窝铝的一个包装，它整个外壳呢是非常的结实的。另外，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法兰盘也非常的宽，螺丝眼非常的大。是的，所以其实在碰撞的时候呢，电池包本身啊也可以起到一个力矩分散的作用，它也可以成为应力的一个装置。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刀片电池的电池包呢，它是通过螺栓，然后呢跟我们这辆车底盘的重梁啊所连接在一起的。更有意思的是，大家可以看到，在边梁跟重梁之间，它还是给我们留有一定的空隙的，就是在应对侧碰的时候呢，给你预留了一个溃缩的空间，其实让整个电池包在安全性上面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哇，以前觉得电池非常的脆弱，没想到这会儿都能挑起一部分大梁了。是的，那现在呢，随着我们拆解之后啊，越来越多的一些细节开始浮出水面了。好，那接下来呢，带大家看一下比亚迪元 Plus 身上搭载这个同级罕见的热泵系统。那么这个热泵有什么优点呢？其实呢，我们要从汽车工作的环境开始讲起。大家都知道呢，汽车工作的环境特别的复杂，对不对？对。尤其像是零部件，比如说电池啊，它一定要经得起这个高温、高寒的这个表现，才可以证明它是可靠、它是耐用的，对不对？是。那所以呢，比亚迪的这一套热泵系统呢，它整个的工作范围啊特别的宽，所以也称作宽温域的一个热泵系统。那它工作温度呢是可以在-30度到60度之间呢正常可靠的使用的。燃油车我知道它是通过发动机来加热的，那么这个电动车是通过什么加热的呢？这个热管理模块上面呢，一共有9个的这个电磁阀。那有了它们之后呢，其实比亚迪的元 Plus 就可以实现这个电池的直冷、电池的直热、空气的换热、水源的换热、空调的制冷、空调的制热等等，一共多达11种的工况的。所以呢，我们也知道比亚迪呢搭载的是非常出名的刀片电池，但刀片电池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磷酸铁锂电池嘛。但是呢，因为材料活性的问题，在冬天啊，它特别容易受到影响，那续航就没办法保证了。对，这个时候呢，比亚迪元 Plus 这一套热泵系统呢，它里面的一个电池直冷直热技术啊，就发挥作用了。因为它是利用热泵系统里面的压缩机以及我们的高压系统直接发热，对电池包里面的冷媒啊进行直接的加热，不需要热量的2次转换，所以呢，整个效率啊，整个速度呢会更加的快。而且呢，我们也查了一些资料啊，这一套热泵系统呢，它是没有这个中介的再冷剂的，所以比亚迪元 Plus 这一套热泵系统，它采用的这个冷媒啊，会更加的环保，它不易导电，不易燃烧，放在整套系
系统里面呢，就会显得更加的安全了。所以说啊，听完葱头说的，感觉自己又学到了不少。那我能不能把它顺回去，自己做点什么？比如说，把它改成一个烧水的一个壶，沏茶用，或者做一个制冷的冰箱。哎，不愧是我们手工达人、手工梗老师啊，这创意马上就来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更硬核的部分，那就是电机。这电机啊，可大有来头。是吗？这是全球首款量产的8合1电机，它们分别是电机以及电机控制器、减速器、车载双向充电器、直流变换器、配电箱、整车控制器以及电池热管理系统。哇，这电机我知道，因为我以前做过一辆移动的麻将车，还有电动车之类都离不开这个东西。它有什么亮点吗？其实现在在高端新能源汽车领域呢，这个电机系统集成化这个是大家都绕不开的话题。他们做到这个8合1之外，其实你会发现它整个的壳体体积呢都是非常的小的，就是在有限的一个壳体里面要放进刚才我们说的那8样东西的话，其实对厂家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要求的，对不对？毕竟它整个又要考虑轻量化，又要考虑成员舱的一个环境，考虑整个车的一个配重等等。那怎么去更简单的理解呢？就好比我们现在的智能笔记本电脑，有没有发现做的越来越薄了？是啊。但是它的性能、功能却越来越强大了，不像过去一样笨重。我这样说是对不对？就是说把很多功能都集中在一块儿，对，这样就会更加的省空间，更加的省重量，然后整体的提高能效。哎，咱们耿哥不愧是技术宅，现在您帮我深入浅出的去告诉了我们各位网友呢这个电机的一个效果。那其实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外观，你会发现呢，它外面还有一个这个静音棉，对，它的作用呢就跟刚才咱们看的那个电池包上面的那个差不多，主要是起到一个保温隔音的效果。那其实3电部分呢，咱们就聊到这里。其实可以感觉到比亚迪在这一部分的技术呢还是比较的领先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在智能化程度上面的一些创新点。E平台3.0啊，搭载了智能预控架构，还有自主研发的车用系统 BYD 的 OS。其实智能预控架构呢，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啊，它相当于为整车的控制呢提供了一套全新的硬件以及软件系统的。而且呢，通过这种高度的集成化以及智能化呢，它是可以实现将动力、驾驶，包括智能座舱等等，跟消费者呢息息相关的所有功能。就比如说像是在智能驾驶以及智能座舱的一个部分。过去呢，可能我们需要几十个 ECU 才能够实现整车的一个控制，但是现在我们仅需要通过几个简单的大的预控制器呢，就可以实现一个流畅的一个运行了。所以4个字，化繁为简啊！你看我这样理解行不行？就是以前我们要控制空调，或者是收音机，还有这个油门、脚踏器，我们需要很多的不同的单独的一些控制模板，相当于给一辆车装了很多台大脑。对。但是这等于浪费了很多空间还有成本。万一哪天一个部件坏了找起来也比较麻烦，维修还比较高。但是这个智能控制器系统相当于一个大脑的融合，处理起来比较快。那其实呢，我也总结了一个小表格，给到大家更好的去理解。其实基于全新的 E 平台3.0引入的这个电子架构呢，它在智能辅助驾驶的迭代上面的速度呢，会比起之前呢会更快。我个人推测呢，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去期待一下，不仅是比亚迪的元 Pass， 包括以后在这个 E 平台下诞生的这些车型呢，他们在这方面的智能功能方面也会有着更好的体验的。哇，了解完从头介绍的关于智能控制器这一方面，我更想去比亚迪去学习一下了。那么以后去做东西，可能体积会更小巧一点，功能会更多方便于带出门。哎，比如说咱们之前做的那个钢琴的烤串车，以后再添加一个自动撒椒盐或者自动投食的功能，期待一下吧，应该可以。好了，朋友们，这一次我们的拆车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在这里呢我也发表一下个人的感言。通过这一次拆解比亚迪 E 平台3.0下的比亚迪元 Plus 之后呢，我确实是感受到了比亚迪呢真的在这个平台上下了很多的血本。那我也祝愿呢一直坚持自主研发、自主发展、自主创新的比亚迪未来能够在这个新能源的赛道上面吃上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在这里呢，我也想问一下各位网友们，通过这次的拆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比亚迪 E 平台3.0的专业、电池的领先、用料的扎实以及外形的时尚呢？我是感受到了，而且我创业的小宇宙已经被点燃了。等会儿我就带点零件回我的工作室去，看看能不能做一些新奇有意思的物件出来。听到耿哥这么说呢，我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那各位网友们，你们不妨大胆的去猜测一下，我们耿哥呢会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出来，可以写在我们的弹幕区里面。好了，那这一次我们的一拆到底呢就到这里正式结束了，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声拜拜吧，拜拜，拜拜。